各位抽了艾梅莉埃的旅行者，又到了我们最全面的武器选择篇。那艾梅莉埃作为一个草元素燃烧赛道的角色，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伤害还是非常高的。专武和4星武器的伤害差距呢，虽然是很大，但是数值上终究是3体的慢。那么本次计算的呢，就依然还是24词条，然后角色打燃烧的一个裸伤啊。首先登场的是 T0级别的选择，半血的护魔之杖，15之下万5之上，提供高额的爆伤，生命攻击转魔，实力非常接近专武，而且艾梅莉埃作为一个后台角色，保持半血的状态难度应该不是很大，所以半血的护魔之杖真的还蛮不错的。那说到这里，申鹤的专武西灾表示不服。我也有超高的攻击力加成，还有12%的元素增伤，开战技切到后台，增加攻击力的这个特效还能哐哐翻倍，岂会怕那护魔之杖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就是吃满 buff 的西灾，这次的表现也是非常强。如果护魔没有半血，那西灾就是专武之下的最优选择，而且它吃特效的方式比护魔之杖要简单不少，所以专武、半血护魔、西灾是属于 T0级别的选择。那么在 T1 集团的争夺呢，也是杀的难解难分。何普渊说，我也叠加攻击力，我叠满也有12%的增伤，我还加暴击率，我外观还搭，岂不合适？那确实，何普渊在叠满 buff 以后，战斗力非常，乃常驻武器之光。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后台不生效。因此，假如你的艾梅莉埃能够站场，何普渊确实是不错的帮手。那同样不能触发的还有冠红，那冠红也是站场的时候攻击力给的特别多，伤害很好看，但是在后台他不触发，所以吃不到这个特效，伤害就会掉很多了。而仆人专武赤月之行，它的基础数值和何普渊一样，特效是生命之气获得12%的增伤，超过30%生命之气的比例，额外再加24%的增伤。虽然有启动时间，但是比其他武器稳定简单，非常适合持续作战，所以真正属于 T1 级别的武器选择呢，只有赤月之行，然后是 T2 的武器选择。那首先登场的就是满精炼的决斗枪，虽然白值不高，但是特效加了大量百分比攻击力，而且副词条暴击率的加成让艾梅莉埃可以安心的堆爆伤。那紧接着赤杀之杖也是一种选择，虽然它同样也是在后台不能触发，但是它的特效只需要叠3层，所以一起手没多久就可以叠满，这个叠层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问题就是它只持续10秒，所以每10秒要切出来吃下 buff， 多少还是有些烦人的。另外，赤杀之杖呢是精通转魔，但艾梅莉埃和精通完全没关系，所以不用特意换成精通沙漏。然后是一把很强的4星条件武器千岩长枪，要是能组3个璃月队友，那么它将提供额外21%的攻击力以及9%的暴击率。如果是满精炼吃3层 buff， 那么就是 T0 级别的战力了。但是呢，3个璃月队友，我能想到的就是烟飞加艾梅莉埃加叶兰加钟离了，确实成全了艾梅莉埃的输出。但是队伍的总伤害如何，体验如何，还是需要检验的。那么在 T2 这个级别的守门员，就是上面提到过不吃 buff 的冠红和金3的决斗之枪。然后到了 T3 这个级别，就是我们这些零氪玩家可以接触到的范围了。排名靠前的是金1的决斗之枪，和他斗得有来有回的是真平民之友风信之风，就是我现在用的这把，缺点就是绝版了。再往下，勘探钻机搭配调香师是一种轻奢配土木的反差感，吃满 buff 以后效果不错，但是它的特效是需要治疗或者被治疗才能触发，还需要叠层，所以有启动时间，有奶妈的需求，并且不能覆盖全程，属于条件性的武器，而且还要抽卡，我觉得不是很有性价比。接着意外出现在这里的雷神的专武剃刀，那作为一把充能转攻击力的武器，在其他城区非常贫瘠，就算艾梅莉埃的大招每轮都能循环，也帮不上太大的忙。那和他一样落魄的是我们的老落魄人天空之折了的几倍，即便是加上一些蚊子腿的暴击率和较高的攻击力白值，成绩依然不佳。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把武器算是艾梅莉埃的兜底武器，因为总能歪到，歪多了精炼一下，暴击率还是可以用的。那再往下呢，是表格战神，就是这把兑换的黑岩，吃满特效还是不错的，但是这把武器的特效很明显是给过去的战斗环境设计的，放在当下的话效果并不理想。那唯一的优势就是提供了爆伤，所以在组队的时候比较容易去配平城区获得更高的伤害，但痛点就是要兑换，我觉得没人舍得兑换嘛。那排在最后的 T4 级别就属于家徒四壁的选择了，2把锻造武器，一把石文字，一把冠月石，基础面板一模一样，区别在于石文字的特效是战绩增伤和回能，冠月石是加攻击力，那相对来说攻击力比增伤
对于艾梅莉埃的伤害提高会更有效一些，因为她的天赋可以把攻击力转换成增伤嘛。但是冠月矢是需要去捡掉落的苏生之叶的，而且也不是全程覆盖，所以这2把武器其实就是半斤八两。那最后就是侠侣灭城，副词条加精通，增加燃烧伤害，特效遇到火元素附着的敌人时能增伤，那这些都能用得到，但是攻击力实在太低了，所以表现。那如果组队的时候有班尼特，说不定可以逆天改命一下。那么这样盘点下来，从高到低，各位就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趁手的兵器吧。总之，不管选哪一把，伤害还是可以的，不用太过于焦虑。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